大家好，我是王子浩 Levi， 然後是我們75組模特兒其中一員。從初舞台跟義工的時候，我覺得自己還是沒有特別的亮眼，大家覺得我是來個街舞的綜藝了嗎？我想就是可能讓我的唱上面真的是讓大家看到，好像有點質疑自己這裡，然後質疑那裡，就有點像個小丑一樣，就想在這舞台上釋放一樣，讓大家就是看看我真的就是唱跳起來的時候是什麼樣的一個感覺。這段時間我不敢接牙，我以前我怕我自己支棱不起來，我就是每天必須給自己高强度，喝杯热水就好了，我就这麼告訴我的身体，你必須好。在摩里哥先生里邊跟這麼多神仙打架，已經是我非常容易的一個勳章了。我覺得在這裡已經沒有任何遺憾了，我覺得已經夠了，靠自己的努力做到現在，我覺得100%認可。唱歌里我是跳得最穩的，跳舞里我是唱得最猛的，我是唱跳歌手王子浩。Hello， 这里是汪小枣，摩里哥先生子浩全勤了。先講一下感想吧。我覺得最大的收穫是，確實在我覺得最難攻克的聲樂方面，給了我特別大的收穫。在通過去觀看各位 Servant 的舞台，感受他們的舞台的時候，會再想象一下自己，我唱這首歌的時候會什麼樣的感覺，他們是怎麼樣會發出那樣的聲音。所以說我覺得我自己能夠想明白這件事情，並把它可以運用出來，我覺得就是可能比我上10節課20節課都比較有用吧。這個節目是我音綜第一個全勤的節目，從進組的時候大概是加演結束，那個時候還是冬天，然後一直到春天，到天氣變暖，覺得時間好像其實是比較長，但是到現在就是歘一下的好像就一下子過去了。然後後面就是順利進入到這個組準備的第一個初舞台，因為跟其他的上面純比嗓音的話，那可能確實是我比較不弱的部分，所以說還是選擇用一個唱跳的形式，於是就把寶貝對不起是先嘗試着編了一下午，雖然編得很一般，因為時間也緊張，是卡着跟加演同步進行的，就是白天要去，然後錄音，然後加排練，然後加連排，然後凌晨我再回到公司，然後自己再套一些動作，然後還要背詞，還要唱歌，就是那段時間一直連軸轉去準備這個東西。到長沙的時候是跟老師開始一起去構思這個舞蹈的部分。然後我覺得編動作的時候，現在我可能覺得包括前面那個有點太 dancer 的感覺。太 dancer。對，我覺得因為前面到這一段時候，對，因為唱現在就是感覺跳的比重會比較大，然後我希望他們兩個可能秀的感覺比較多一點。因為最後一段是包括肩奏那些部分動作，就是已經是純秀在跳這一部分的。哦，OK，我懂你意思。因為前面它是比較百老匯，所以說我們想就是有點復古的感覺啊，然後加 old school 一點的動作。老師們一直希望我跳一段 crump 的動作，所以說最後的一段部分融入了 crump。包括那個腋下飛雪，其實是節目組給我設計的一些點，對，我覺得是非常亮眼的。舞台上當時表現出來的時候，也是非常的讓大家大吃一驚。到義工，因為本來也是盲選，但是當時我就看那個芳心縱火犯，對，我覺得肯定是我，因為我覺得肯定是會稍微熱鬧一點，但是那個規則原因沒辦法，我就這麼繞到了純愛戰士。關於跳樓機，我覺得肯定想的是慢歌怎麼快感，做的相對來說比較像是男團的一個風格，然後自己也有一段 dance break 在裡面。其實歌曲是不在我的舒適區的，但是這個感覺是在我的舒適區。關難過，關過，好不好？來吧 ，Let's go！ 加油，來！可能我們4個人都沒有完全的發揮到極致吧，因為大家都是會有互相遷就點，因為我們是差了一票，對吧？好像就爆燈了。自己演完之後，我覺得其實挺燃的，但是節目播出完之後，我說好像就差，還是確實是差了那麼一點點的，就是不夠頂滿。然後到二公就特別想證明自己，因為2次自己就是沒有爆燈。這一次的舞台比較不一樣的點呢，就是邊演邊唱，而不是邊跳邊唱了。同時2個人需要在節目裡面分擔角色，特別是從唱和聲的時候，因為我是從主歌轉和聲，其實那個轉換會稍微有點難轉，但是還是通過練習的變數，我覺得去解決了這個問題，包括去解決了自己心理上就是對於舞台上表演的尷尬感跟緊張感。我跟子樂相處的特別好嘛，因為子樂就是有點像可能我剛開始去參加比賽啊那種有點小的擔心，在我們2個很不熟的時候就會去遷就我，就像他坐到我對面，他說我要為了你減肥跳舞，當時我就說我說沒事，我說我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跳舞才能去演這個舞台，但是我唯一一點就是说我說
可能我選慢歌的話，那就我们就直接就是拜拜了。而且他当时第一首歌给我听的就是他妈不喜歡我，因為這首歌我之前很喜歡聽。整個導演組也覺得這首歌非常適合我們，不管是秦寧的演繹還是這個歌的歌曲的風格，都比較契合我們兩個。然後我們兩個在過年的時候，他每隔一段時間就給我發他在減肥啊什麼什麼或者這個舞台，然後我們兩個也一直在去打電話去溝通這個編曲部分。最終經過我們兩個的不懈的努力吧，然後贏得了爆燈，也非常感謝子樂能夠和我一起見證我第一次爆燈的時刻。恭喜你們爆燈！我有想過這一次爆燈就會哭掉，因為王子浩沒哭了，但是我憋住了，我當時那個眼淚就已經在打轉了，因為我想着那個王子浩他下面幫我那麼多次就是跳舞啊什麼的，對，然後就像教小孩一樣。你不要幫我唱歌的，不是這次合作特別爽，很盡興啊，就是真的上台後就感覺挺放鬆的。對，我也不緊張。然後在3公的時候，又迎來了一次 solo 的舞台，前面都不在我的最舒適的範圍內，所以說我這一次一定要給大家證明一下我的平常的風格的唱跳舞台是什麼樣的，就選擇了2首比較狠的歌吧。其實本身是有一個張老師的標準在的，所以說壓力也是非常大，想着怎麼樣能玩出來一些不一樣的感覺。我當時就結束完之後，我說這次的舞台應該能排到我上過的舞台裡邊的前3名，起碼是感覺自己也花了特別多的心思，因為當時是跟 AI2 老師我們一起去把那個歌一點點算是揉出來的吧。老師們給我的點子也特別多，就比如說我們剛開始有一些木偶啊，然後有炊煙、撲克牌，然後有手绢，然後有人力大花轿，包括我的衣服的褲子的毛也跟那個 VJ 上面是有比較匹配的一些元素的，最終結果也是非常不錯的，就是大家非常認可我這個舞台，然後讓我拿到了鐵腳。讓我們恭喜王子浩。反正4公的舞台我覺得是在我意料之外的，因為我可能平常不會選擇白麗花啊，或者是一生回味一面，還有大風吹這樣的歌去上舞台，也不是說不會去選擇，可能極小的概率。但是我覺得這次的舞台能夠給我非常大的信心，就是以後在突破其他風格的時候，我覺得我不是不行，我是可以唱的。而且在4公上面，我覺得是得到了各位招募团老師還有大家對我的認可，就不管是結束完之後看到 report 啊，還是現場老師們的點評，都是對我的成功有極大的認可的，也算是終於給自己爭了一口大氣了。我覺得最要說的就是 solo 的舞台吧，那個舞台其實只有1天半的準備時間，我就直接這麼上台了，而且我在第一次走台的時候，甚至音樂都是第一次聽到。我等月亮爬上那屋檐上，能和你說話，流水呀水點，跟你的夢想。4點44不是回酒店的路上嗎？但是感覺很好，我覺得會為我在舞台表演的時候更多一份心境。在唱這首歌的時候，到時候我就想起來，我凌晨快5點的時候，在雨中，然後還在想着這個舞台。那幾天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睡覺的時間，雖然 round 的時間都是零零散散的這樣去排，但是我只要是但凡除了上課排練之外的時間，就回去就是睡半個小時，40分鐘1個小時，然後就再趕緊去排練，然後走台，然後試衣服，然後搞這個搞那個，然後凌晨又熬到5、6點去錄 BV， 然後在上台之前的前一刻，徐阳阳在訓導的時候，然後給大家熱場子那個音樂。為什麼熱場子？就是因為我要去試音，因為我耳機裡的聲音實在是不舒服，所以說大家才會聽到那個火力全開。下來杨洋還跟我說這事，他說他在台上他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就在上面說哦，好聽好聽，真不錯，就是這樣的一個感覺。麥沒音兒，你要不要叫停？麥沒有聲音，耳返有聲音。麥不會外播，麥不會外放，你聽耳機裡也沒有。老師，麻煩這個伴奏幫我調小一點。雖然說止步於總決賽之前，但是起碼在
止步於決賽之前的這一刻，都是得到大家啊，對我說我唱也沒問題，我是不只是有舞蹈好的，或者是脸好這樣的一個感覺，而是我各方面綜合起来，其實確實大家還挺認可的。我覺得以後肯定會比這越來越好。好的，各位，現在是飛去摩利哥先生總決賽的飛機上，開始在追劇了，在飛機上。就是起飛之前發現更新了，然後就趕忙用我的流量給下載一集，在飛機上就是看完之後好睡覺。出現了 ，nice， 摩利哥棒棒棒。哎呀，把你踢了你！哦，这么多人，你跳。只记得2句，因为那2句是我 solo。我觉得摩利哥先生这个赛事可以再加長一點，再多辦幾集，盡量少點那種淘汰的什麼的。最開心的是，其實就是自己都能感受到自己的一個階梯式的一個進步吧，就是一層一層在往上走。因為我一直希望自己每一次的亮相都給大家帶來驚喜感。還有一個很開心的點，就是在這個節目裡，雖然說是一個嚴肅的舞台，但是後邊的舞台你會發現越來越多大家開始融入舞蹈了。因為我這方面比較擅長，用我的特長去幫助了大家一些舞台呀，或者是一些指導，我覺得非常有意義且非常開心的一個點。你要有情緒，別真心。上不及，上不及，上不及。哦，了解的，噔噔噔，噔噔噔 ，OK。哦，好戲好戲，勾的好戲，太厲害了！我懂了。重拍的時候抓，然後輕拍的時候就是緩，噔噔噔。噔噔噔，對，有了。遺憾就是沒進總決賽吧，只有這一個遺憾了。因為進總決賽對我來說，好像每次都差那麼一點點。反正我起碼對自己的舞台問心無愧。雖然止步於總決賽了，但是也感謝兄弟們能夠把我拉上台子，在這個總決賽的舞台上，也感受一下這個氛圍。謝謝哥。未來就是希望自己能夠還是拋棄不自信吧。感謝摩利哥先生，感謝所有的台前幕後，感謝音樂部門，然後舞蹈老師、服裝老師、化妝老師，感謝我認識的這幫 server， 感謝所有的一切，也感謝一直默默支持我的草莓們，感謝我自己，對，感謝大家吧。摩利4王子浩在摩利哥先生這一階段殺青了，但是大家接下來一定要多多期待我的活動哦，拜拜。